大家好，我是大帅。今天呢，大帅给朋友们带来大帅自己编写的一个 MACD 优化指标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指标。在这里呢，大帅对 MACD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优化，或者说已经不能称之为优化了，基本上已经全部的改写了。那么大帅呢讲完以后呢，会把这个指标的链接分享出来，大家呢可以通过大帅的这个链接到 TradingView 上来使用大帅的这个指标，并且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也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大帅看到以后呢，都会对指标进行优化，包括大帅自己呢也会定期对指标进行一个优化。那么说一下大帅的这个 MACD 优化和传统的 MACD 有什么不同？在这里呢，大帅把两个指标一起打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地方。相信大家看完以后呢，就知道为什么要用大帅 MACD 优化了。喜欢大帅的朋友呢，也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不要错过大帅的核心干货了。大帅作为一个10年资深的交易员，很擅长交易体系和编写指标。好，首先说一下 MACD 优化和传统 MACD 最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在于 MACD 优化使用了大量的背离，同时结合成交量来判断一个市场的强度，并且呢，很好的体现了一个理念。什么理念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该涨不涨必大跌，该跌不跌必大涨。那么你可以在市场中通过实际的交易情绪来判断当前的趋势到底是要往上的还是往下的。同时的话呢，有强大的背离系统，可以随时帮你判断市场的一个真正的强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拿这个标普500来举例这个也是大家用的最多的。具体的话呢，大家等等自己也可以用在各个公司上，原理是一样的。那么首先先说一下大帅 MACD 优化的一个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去除很多噪音。例如在这一段上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 MACD 它有很多噪音和无效的背离。你可以看到它会分成很多波段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对吧？你可以看到这波上涨里1、2、3、4、5、6、7、8个顶然后1、2、3、4、5、6、7、8个底最后2个不算，噪音很多。但是大帅优化完以后呢，它一共只有3个顶这边勉勉强强算4个顶，同时呢，它可以反映出一个背离的强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以很好的给大家优化一个买卖的点位。大家可以看一下 MACD 这种情况你怎么卖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用这个绿柱转势利用在这种位置进行一个卖点。但是当大家实际看行情，你就会发现这种位置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可靠的卖点很多只是一个上涨的一个中继，只是一个小回调。如果你在这种位置你反复的买卖，那会大大的浪费你的一个精力同时并不会有效的提高你的一个成本很有可能呢做着做着越做越亏包括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小趋势的一个波段震荡。大家可以看到大帅的 MACD 优化会把它优化成一个跌一个涨，一个跌一个涨，一个点一个涨，一个跌一个涨，很明确而不像 MACD 一样各种小跌小涨叠加起来，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买点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们可能会说MACD 也有买点，对吧？一变色但你看到这一点里面它的变色是很频繁的对吧？这里拐头，然后这里又拐头，这里又拐头这里又拐头然后这里又拐头，这里又拐头，对吧？其实它真正的行情概括一下还是直接往上的，但是你在这里频繁的交易只会平白的付出很多手续费。所以呢，去除了 MACD 的很多噪音。第三个呢，增加了成交量
让每一波判断更精准，到底什么趋势一下都能判断出来。第4点，最好用的也是超级背离。超级背离的话呢，不光包括顶底背离，像顶底背离肯定也有啊，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位置背离还是保留的，对吧？底部越来越低啊，这个底部，对吧？明显是低于上一个底部的啊，但是的话呢，这就是背离了，因为 MACD 优化这个底价格更低，但是 MACD 优化的这个轴却更高啊，要比前一个高，那么它的价格在这个位置就是底部，接下来就是一步，咵的一下直接拉上去，拉到什么时候呢？拉到绿转红，拉到这个位置啊，那么整一个区间呢，就是这一块，你就可以把它吃透，而不是在里面在这里频繁的买卖，把你的成本丢掉啊。好，那么说完以后呢，我们开始一个一个讲啊。第一个呢，背离还是完全保留了，因为背离是 MACD 里面很好用的一个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呢，并不是所有的都有用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吧？像这种它就不是背离啊，一个底一个底啊。但是你看 MACD 其实有点助背离的意思，对吧？你拉一根线，是不是其实有点助背离了？但是你看大帅这个 MACD 优化，你就会发现，它这里就完美的告诉了你这个位置并不是背离啊，所以你不要买啊。但你要看 MACD 其实是助背离了啊，当然没有现背离啊。然后第2点的话呢，就是正常的背离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这里，对吧 ？MACD 的背离其实显得不是很清晰，但是大帅优化完的背离，你会发现它背离很清晰的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明确的背离。那明确的背离是什么？明确的背离就是买点啊，包括一会儿大帅会教大家怎么判断强度啊。大帅这个 MACD 优化还能判断强度，那么这个位置呢，肯定就是你的买点了啊，并且上涨下跌也是很好判断啊。在这里我们直接判断到什么？直接判断到绿转红。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涨的话，例如等一会儿大帅会给大家讲买点啊，例如你买完以后什么位置走呢？绿线转红线这个位置走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整一段全部吃上，而不像 MACD 到后期各种背离，对吧？不停的线背离、柱背离、线背离、柱背离，你走不走？对吧？1次、2次、3次、4次，不停的背离，你到底撤不撤？啊，那么这里呢就可以帮大家很好的判断，并且也可以用于不同的周期啊。可能有的朋友喜欢用小周期，那么它也是完全可以用的，因为我们切到1个小时的小周期，对吧？你看，你也可以直接把一波做完啊，利用这一波一直做到绿线结束，现在绿线还没结束，你就继续做，对吧？但是你看 MACD 这里其实就已经线背离了啊，线背离了回调，但是它真的能回调多深呢？好的，这个背离呢，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换回一天来讲强度。在这里呢，除了有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标准的一个顶底背离，肯定有啊，例如高低的一个背离，大家都可以看出来，顶底背离都保留了，顶背离也是一样，这边价格更高，对吧？但是它的这个顶更低啊，那么也是一个顶背离啊，这些都保留了。那么来说重点啊。重点就是在这里，本身的这个绿线也能反映出一个强度。为什么能反映强度呢？我们注意一下，在这个设计上，绿线死叉就是这种位置，绿线死叉往往代表有可能要回调啊，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回调了。但是如果在绿线死叉的过程中，价格还是反身往上的，那这种强度就代表市场要继续往上。我们来详细的画出一段绿线死叉的信号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对吧？这一段绿线死叉到金叉，你可以发现它的趋势还是往上的啊，甚至说在前半段和后半段都是绿线边往下跌，价格边往上走。那么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继续拿啊，不用担心，代表趋势还往上的啊，不用担心
包括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绿线死叉的这个范围，对吧？价格还是往上的，这种情况就代表市场的强度是完全够使的，你不用走啊。而且大帅给大家讲了，我们只有绿转红才走。那么既然只有绿转红才走，那这个绿线死叉告诉大家什么？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好的买点啊！大家要注意，当绿线夸夸的死叉往下走，但是价格却往上走的时候，那么价格回调的时候你就要买。大家要把这个趋势来判断一下啊。例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段，对吧？有短的，有长的。我们来看一下这3段啊，都是绿线死叉，但是价格趋势往上走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什么时候买呢？一般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大帅在这里用了布林线啊，我们就结合布林线找好的买点。第一买点啊，布林线中轨往上的，那么中轨就是一个一个买点，这个也是标准的一个买点啊，就是中轨啊，就是中轨啊。然后第二个买点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绿线离这个黄线远了的一个位置。好，为了方便大家看，我把这个放大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绿线离黄线越远的时候，它往往就越是在一个支撑的时候，直到这个绿线成功上穿黄线。这个买点的话呢，最实用的其实还是适用于红线阶段啊。当红线，我们看到背离就不用说了，背离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强度啊。然后当红线往上的时候，下跌的时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买点啊。我们来看一段啊，对吧？这一段上涨的话呢，首先金叉是买点，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金叉的话肯定是买点啊，就代表这个白线已经金叉黄线了，趋势要往上了，所以金叉是一个最标准的买点。其次的买点在哪里呢？在于这个红线去靠近黄线的一个位置，在这种位置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它越靠近就代表这个位置越超跌就越可以买啊。当然前提是不要跌穿黄线，跌穿黄线你就得走了啊。大家得把这一层意思理解一下啊。我们再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例如这一段最好的买点肯定是金叉啊，这个不用说。那么金叉之后呢，它越靠近黄线的这个回撤，就越是一个好的一个买点啊。包括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吧？最好的买点肯定是金叉啊，金叉是最好的买点。其次的话呢，这根线你可以看见它很靠近黄线，那么这一根线也是一个很好的买点。一般这种位置呢，出现在下轨附近啊。一般要是到这个中轨之上，最好就不要买了，没有盈亏比了。一般出现在下轨附近啊，这种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如果它跌穿啊，例如像我们这边啊，你可能一买了，对吧？直接跌穿黄线，那你直接走就可以啊，不会让你有多大的损失。但是你一旦买对，你的上涨空间就很大了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每一段都是这样。啊，我们来看这边是很标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位置金叉了啊，这个位置金叉了。那么接下来买点在哪呢？买点在这2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都没有有效跌穿黄线，那么这2个就是一个好的买点啊，直接拿到它翻绿啊，然后翻绿的话呢，或者说再次背离你就得走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再次背离了，就是它明明往上走，价格却往下跌啊，那这个肯定就是已经背离了。正常的情况下呢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上涨情况是从红线，对吧，开始往上涨，涨到绿线死叉，同时绿线死叉价格已经跌了一段。这个你会发现和刚才恰恰相反，
对吧？刚才绿线死叉或者说接近死叉价格都是上涨的，而这里呢还没有死叉价格就下跌了，就代表市场强度不够。这种我们就一直拿到什么地方呢？拿到这个白线重新金叉啊，你又从这里啊，假设你在死叉开空，你就拿这一段，把这一段吃完啊，就一直吃到这个白线重新金叉为止。然后这边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也是一样啊，你可以看到，对吧？这一段也是强度不够啊，强度不够啊。绿线的话呢，直接到绿线的时候还没有死叉，它就已经开始跌一波了啊。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一波吃完啊。如果你想长期拿呢，就吃到翻绿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你确认是下跌趋势，你又是不零线往下走的，你就吃到它夸夸的翻，由红转绿，把这一波全吃完啊。然后你也可以看不同的周期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很多周期，例如你看它1个小时和日线结合起来，可以更好的判断它的强度。例如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行情，对吧？现在最新的行情是日线级别啊，标普500，对吧？是绿红翻绿啊，我们可以看到红翻绿买点在哪里？买点在这里啊，这个位置金叉就是我们的一个买点。那么金叉完之后，下一个买点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都是直接往上的，没有很好的买点。那我们就可以切换周期，因为我们切到1个小时周期。那么切到1个小时周期，你就会发现买点在哪里，对吧？买点就在这里啊。如果你说这里你没有抓住，那买点在哪里？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买，对吧？你会发现绿线是往下的，价格是往上的。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买啊，你也会发现绿线是往下的，价格是往上的啊。然后最晚的话呢，你要在金叉买。假设你最晚发现，那么你得在这个位置买。不能再晚了，对吧？再晚了金叉之后，那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买点了。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买卖点位来判断清楚。一般来说，只要它强度够，对吧？只要它强度够，触发背离，你就可以直接买了啊。例如你可以发现这一段和大帅前面讲的一样，它明明已经死叉了，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它死叉以后是往哪走的？是往上走的。这叫什么？这叫该跌不跌必大涨，你直接上车就行。那么上车位置呢？你可以在不零线中轨上车啊，甚至你说你不想上，等它金叉再上也可以啊，这些位置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很好的判断一个市场的强度。例如，当你判断行情要往上走了，你在一天里面抓行情啊，你就可以切换到1个小时啊，甚至说你可以切换到更短的周期，例如30分钟，对吧？切换到30分钟，你会发现买点更精准啊，在哪里呢？在金叉，金叉在什么位置？金叉在这个位置。那你这个位置就要买了，把这一波全部拿完啊。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判断一个市场强度的一个情况，包括你也可以判断出市场强度够不够。当然，你做日线的话呢，你也可以打开周线来判断。你打开周线，你会发现什么？会发现周线强度都是够的，对吧？首先这一段强度不够，并且绿翻红，你得走啊。但这里呢又金叉了，那么从这个金叉开始，强度一直是够的。然后这里呢，虽然死叉的话，我们发现价格跌了一点，对吧？但你会发现，当它死叉之后，价格不跌反涨，那就代表未来要新高啊，未来要更高。你不用在这里夸夸的等它，对吧？不用等什么 MACD 再金叉呀，或者看 MACD 背离好像不行了呀，不要这么看啊，直接上车就完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判断方法。当然呢，大帅 MACD 优化还有很多别的，包括对一个市场的一个强度的判断，包括对这个价格走势的判断，以及这个顶底背离，对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2段其实就没有背离，对吧？它的线是很标准的啊，价格线和这个大帅 MACD 优化线是很标准的，你就不用担心。要担心的往往是哪种呢？要担心的往往是这种啊。首先一个头，
对吧？后面一直在这里原地边震边涨，那么当它再出一个头的时候，往往这种就歇了啊。你可以会发现，这种就是明显的背离，对吧？最后这个头你肯定要跑啊，甚至提前跑都行，包括这边也是一样，对吧？这种明显的背离你就得注意了啊，该跑就跑，要不然就吃回撤了啊。包括这边，对吧？你可以看到死叉以后，对吧？刚才我们看的都是强度够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强度不够的例子，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死叉以后强度不够，对吧？别的死叉以后夸夸涨，它死叉以后夸夸跌，那你就先别出手，你宁可等到它金叉企稳了再出手，对吧？你都不会吃什么回撤，所以大家一定得把这个强度判断清楚。啊，如果你实在不会判断呢，你就等它更高点再出手。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判断的了。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拿日线举例吧，比较好举例啊，对吧？例如有的时候它同样是死叉了，对吧？你不会判断它强度够不够，对吧？你觉得太难了，没问题，那你就以新高来判断啊。例如死叉的价格是这个位置。对吧？然后它涨过这个位置，你就可以上车了。包括这边也是一样，死叉价格在哪？死叉价格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当它涨过这个位置，对吧？你就可以上车了啊。基本上代表它又已经重新突破有效背离了。这边也是一样，对不对？死叉位置在哪？死叉位置在这里啊。那么当它往上涨，你就可以直接上车了。这个也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让你不错过任何行情。这样你一看就能看到它强度，对吧？昨天刚刚死叉，对吧？或者说前一段刚刚死叉，这会儿立刻往上走新高，你说它强度够不够？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然后最简单的话呢，大帅觉得还是看长做短啊，对吧？我直接看30分钟岂不是更轻松？对不对？你有前面死叉了，哎，我一看30分钟啊，不光这个绿线没有怎么翻红啊，而且我可以看到这里绿线金叉，对吧？那我30分钟金叉一进，把这一波就吃完了，对吧？并不影响这一波的行情，而且还进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低点，对吧？包括前面也是啊，我先日线来找一个位置，对吧？然后日线找完啊，30分钟我可以金叉一进。对不对？不放心的话，我等它变绿再进，啊，都没问题呀，对吧？然后把这一波吃完，对吧？然后再根据日线来判断强度，或者再决定走不走啊。甚至你不喜欢30分钟，对吧？你也可以用1个小时、2个小时，都是完全可以的。你用2个小时，对吧？2个小时再金叉入场，你的位置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这种在不零线中轨入场，这一波也是吃的很肥的，不会错过行情。好，那么这里呢，就是大帅写的这个 MACD 优化指标，结合了成交量，并且用了大量的背离，既保留了原始的一个顶底背离，可以帮大家判断，同时的话呢，也保留了日常强度的一个背离，就是上涨下跌的背离，你也能看出来。同时呢，这个顶背离、底背离这些也都有，对吧？顶背离啊，底背离啊，大家也都可以使用啊。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大帅给大家说的，你就判断一个红绿就行了啊。绿的阶段你就一直拿，对吧？像这种绿的阶段啊，你就一直拿着不动就行啊。然后变红了你就先撤，对吧？然后金叉再回来，对不对？这样其实你算下来，基本上成本还低了一点啊，成本不但没提高，还低了一点，很稳定啊。然后就算成本高一点，也是在你成本附近，你能把整个行情吃完。而且如果行情是下跌的，对吧？像这边如果行情是下跌的，你也可以完全的躲过去啊，对吧？你有这种情况，你在绿转红离场啊，或者在死叉离场啊，比较建议的话，在绿转红啊，在这个位置离场，对吧？然后金叉的时候你再进啊，或者说哪怕你等它绿了再进，对吧？你在这个位置离场啊，然后在这个位置再进，你看你的成本是不是也低了很多？好，那今天呢，大帅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谢谢朋友们的支持，也请大家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在
下面留言，大帅会不断的开发新的一个优化指标来给大家使用啊，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一个链接来领取大帅的一个私密指标。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或者你觉得哪里要优化也可以讲啊，当然大帅自己也会不断优化的。那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支持。